龍芯踏板車的智能生產線，今天就帶着各位云參觀一下，再看看一台踏板發動機是怎麼從智能工廠組裝出來的。車間的工作環境啊，確實挺舒服，恒溫低沉。這8個大字呢是龍芯的標語。這個車間一共是2條生產線，這一條呢是2022年建成並投入使用，可以從150排量一直生產到580排量。龍芯的智能生產線呢也獲得了重慶市智能工厂的榮譽，包括示範企業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組裝一台發動機呢，從打發動機號碼開始。這個是激光打刻機，以前打發動機號碼呢是真打，現在都是激光打印了，給大家護個眼。這樣的話，發動機號碼就打完了。下面就是軸承和曲軸的安裝。裝軸承這塊呢，龍芯用的是箱體4負壓機，這邊是2台。裝曲軸呢，就是用這個曲軸拉裝機。以前有個說法叫大廠動小廠燒，路邊師傅用錘敲。龍芯這邊發現呢，不管是冷裝還是熱裝，容易造成橢圓受力，對發動機的聲音是有一定影響的，所以他們就做了這個4負壓機，通過这個壓力的曲線來判定軸承的安裝情況，還有位移數據。簡單來講，就是如果說這個軸承的孔有問題，或者軸承尺寸不對，那這個壓力值的曲線會不正常，從而也能達到一個質檢的目的。這是安裝完的效果，給大家看一下。哎，你看它的箱體居然沒有毛刺，沒有毛刺，好評。然後呢，就是裝曲軸的環節。曲軸呢對动平衡要求比較高，所以禁止用錘敲。先目測一下軸承的型號，確保沒問題呢就上設備。整個曲軸的安裝過程呢都是全自動的，安裝是否到位是否合格呢，也是看這個壓力值的曲線，還有軸承的位移距離。這就是做到了邊安裝邊檢測，對生產效率是有很大提升的。軸承和曲軸安裝好，把箱體呢放入工裝，工人會把這个2個箱體的接觸面給它清理乾淨。這邊呢就是打膠機器人會自動給它打密封膠，這膠打的是真細。膠打完以後呢，為防止機器出錯，人工也會看一遍，再合上箱體，再放入箱體螺絲。這一看就是熟練工，他知道哪個位置有螺絲孔，也知道要幾顆。話說我去年在別的工廠見過生產線上請演員的，放個螺絲連孔都找不到，一眼就看出來是臨時雇的或者是演員。員工的熟練度呢，對發動機的品控也是有一定影響的。這邊呢是把減速尺給裝齊了，然後對曲軸箱的螺絲進行預擰緊。下一步就交給這個擰緊機器人。大家動不動說進廠打螺絲，你看這玩意的存在，恐怕連打螺絲的機會都沒有。而且呢，它還聽話，會按照上面規定的順序和扭力值進行扭緊，扭緊到位以後變成綠色。關鍵吧，機器人還會任勞任怨，最起碼不會罵老闆。就問屏幕前的你，有沒有背後蛐蛐過老闆呢？放上輸出軸的保護套，還有齒輪箱的密封墊。這個保護套挺細節的，因為下面要裝這個齒輪箱的蓋，這樣能極大的減少碰撞。安裝好以後呢，就把這個保護套給拿掉了，再進行螺絲的預擰緊。這位姐姐，你看她也是個熟練工，動作呢乾脆利落。下一步呢，打螺絲還是交給這個任勞任怨的擰緊機器人。它也是有這個擰緊順序的，還有標準扭力，亮綠色就是代表擰好的。交給下一個崗位，也是先套上保護套以及放油螺絲，然後呢裝上曲軸油封，還有離合軸的油封。油封的安裝也很重要啊，安裝不到位的話會漏油。也是專用工具，應該是個尼龍棒。這是一把帶數據上傳的扭矩槍，要把放油螺絲給擰緊。擰緊以後呢，屏幕提示是下一個螺絲。這個麥4的管理系統確實很方便，能直接杜絕少擰漏擰螺絲的情況。再把發動機給翻轉過來，然後呢裝的是正時鏈條，
以及正时鏈條的導向板，還有導向板的固定螺絲，分工明確啊。導向板的螺絲呢就要來到這個工位了，系統會閃爍給提示要裝這個螺絲。如果說這一步沒做，這個工裝呢就會被鎖死，不准進入下一個流程。同樣，這個扭矩槍呢也是帶數據上傳的，擰到位了以後，上面會給提示一個綠色的 OK。看一下用的是什麼活塞環，是李岩的，這種叫工業包裝，零售包裝呢跟這個不一樣。這上面是活塞環的安裝看板，上面寫的是一些注意事項。順便給大家看一下工厂是怎麼培訓安裝活塞環的，確實很熟練啊。到了這一個崗位呢，我又感覺到我學到東西了啊。各位修理工同行請睜大眼睛，給你們看看廠家是怎麼裝缸的。比如我们裝缸啊，套活塞環的時候不是都挺費事嗎？小單缸還好，特別是大單缸的活塞張力非常大，裝的時候就挺費勁的。你們看看它這個工具，直接就把活塞環給壓縮上去了，然後呢中缸往上一套，手一壓，工具自動退出。我這是恍然大悟，瞬間學到東西了。這樣的工具回去得做幾個。你們看這樣安裝是不是太方便了？反正每次看生產線都能學到點東西。這個扭矩槍也是不錯的，它擰到扭力以後啊，它會亮綠燈，同時呢系統也會進行比對，雙重保險。我這一進來是看着工具都想要，還有這個發動機的工裝支架分外眼紅。這個工位就是裝上小鏈條的導向板，裝上上鋼墊，裝上正時鏈輪，再裝上鋼頭。裝鋼頭之前呢，要把接觸面給清理一下。雖然是低沉的環境，但是操作步驟該走還是要走的。鋼頭在組裝之前呢，要進行氣密性測試，用的就是這台設備。這台設備呢叫鋼頭檢漏機，氣門漏不漏氣就是通過這種方法來測試。下面來看個大家伙，叫鋼頭擰緊工作站。這是一台川崎的4軸擰緊機器人，它可以同時同步把4顆鋼頭螺絲一起擰緊，能很好的消除應力。這個4軸擰緊機器人啊，確實很少見，我目前只在龍芯裡面看過。我之前拍的多缸機生產線上面也有，有的一條生產線甚至都有2、3台。平時咱們修發動機呢，擰螺絲還要講順序，還要先擰多少牛米，再擰多少牛米。你看這個東西是一步到位，也是讓人分外眼紅的一台設備，同時也是數據監測，確保擰緊萬無一失。哎，你說要是這些設備搬回家去，都能壯着膽把徒弟開除了。現在帶個徒弟還要天天轟着，真挺累呀。這一步呢，就是裝漲緊器，還有鋼頭旁邊2顆 M6 螺絲。龍芯的帶數據上傳的扭矩槍就跟不要錢一樣，左一把右一把的，能不能送我一把？2把也行。根據系統提示，拧緊正时鏈輪的螺絲。這一步啊，就是調氣门間隙。气门間隙對發動機性能影響很大。這位小哥的操作很熟練，一看就是老手。這種是利用螺絲來調節氣门間隙的。更先進的是龍芯的多缸機生產線，那個調氣門間隙更高級。現在擰緊的是活塞的扭力，也要受系統監管。現在裝的是它的冷卻系統。龍芯給春風150做的發動機也是這條生產線上下來的。龍芯這個光150排量的發動機啊，到現在呢已經賣出了62萬多台。除了出口啊，你像國內的春風、維多利亞、天鷹啊等等，都在採購龍芯的踏板發動機。如果說屏幕前的你是一家車企的老闆，然後呢自己現在造不了發動機，當你看到龍芯這樣的生產線，會不會增加你的採購欲望呢？畢竟這樣的智能化生產線，它對產品的一致性是有很大幫助的。這一步呢是整機檢漏，就是測試下發動機漏不漏油。測試好以後呢，開始上這個線圈，同樣也是根據系統指引打好扭力。看這個磁電機跟線圈呢，它應該是個脈衝啟動的150發動機。其實呢，最開始龍芯跟我說讓我來他們這150踏板車的生產線來看一看，我內心有點排斥，因為我之前見到過的150的踏板車的生產線呢，都是人工裝的，我感覺沒啥看頭。150呢又是作為通路車，
應該很少有廠家去花這個大價錢去投智能化生產線。我當時以為呢，龍芯也是這樣，結果呢，一進來這眼前是一亮，確實有看頭，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。本來我以為多缸機才有，而且呢，之前我聽說龍芯還為微缸機上了一條智能化生產線，那一條我也是很想看看的。那既然這次能看到智能化的踏板生產線，而且能生產到580排量，那微缸那個留着機会下次再看。這台設備呢是加注冷卻液的，它會自動加注，冷卻的量也是固定好的。加注完成以後，它會出現提示。當然，也有人會說啊，你看這個生產線不是也有人工參与嗎？但是完全不一樣的。這些人工的操作呢是要接受麦斯系統的管理的，拧紧順序啊、扭力值啊都要被系統监控。系統呢也会提供指引。以往看到的150踏板车的生產線呢，那是純人工，沒有麥斯系統的，裝配的好壞完全看工人的心情，這樣的話就很影響產品的一致性。所以呢，到底是不是智能生產線，一般就看它有沒有麥斯系統。龍芯這個就是麥斯的 2.0。當然现在有的配套廠呢也開始上這個智能生產線了。雖然說現在國內的摩托車大環境不是太好，但是出口呢都做得非常好。我這邊呢有個數據，光龍芯一家截止到25年的11月，龍芯一共賣了284.4万台發動機，等於是一年得賣300多萬台發動機。所以說呢，龍芯上這些智能生產線，它也不是為了作秀，也是為了效率和產品的一致性，銷量擺在這裡呢。你看，包括這個加機油跟加齒輪油的，都是機器人自動完成，這個加注量做到一個準確，不用人工參與呢，也能保證員工的皮膚健康。好了，到這一步呢，發動機就是組裝完成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着車測試。你們看這個地面多乾淨，發動機的測試呢就在這裡面，正好遇到對面的生產線下來一台无极的 SR150R 發動機過來測試。好，直接推進去，在發動機噪音檢測的環節呢，龍芯直接加入了 IR。發動機啟動以後，看這塊屏幕，它有音頻採集，音頻採集以後呢，進行 IR 檢測。如果說聲音出現異常的話，直接就能被篩選出來，這比人工去聽要靠譜多了。下一步要離開了，因為要進行發動機的功率扭矩測試，轉速要拉得非常高。這一步操作呢，要求人員必須離開。從外面這塊屏幕呢，就可以看到發動機的實時轉速、功率以及扭矩。測試完成以後，對發動機進行表面的一些清潔，包括除油除尘，接着就是打包起来。如果說是无极用的发动机呢，直接就轉运架推到整車組裝車間，像這樣是對外出售的，就要紙箱打包好，方便運輸。好了，這樣一台踏板的发動機在龍芯的智能工廠就完成生產了。這智能工廠走一圈啊，也怨不得龍芯的发動機銷量那麼高，沒有平白無故的成功，也得看自己有多努力啊。這邊還有員工的休息區，他們是跟上課一樣，是有課間休息的。這邊還有一堵牆，這是員工對這個生產線提出的一些改進意見，以及員工自創的一些能加快生產效率的工具，被採納的全部上牆，給予獎勵。企業確實應該這樣，多聽聽員工的建議。畢竟啊，員工幹活，他自己知道怎樣幹更趁手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就到這裡，感謝大家觀看，喜歡的給咱點點讚哈。